男人摊开手掌展示手心的伤口，下面的居民却被这一幕吓得惊慌失措。只因在岛上居住的他们从来不会生病，即使受伤也会在几秒内快速愈合，而这一切都要从10年前说起。小岛上的居民一直靠打鱼维持生计，这天岸边却突然出现一艘陌生的小船，救人心切的鲍比潜入水中，却意外被断裂的木板划破腹部。最后他从下面救出一名刚出生的女婴，而他身上的伤口也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因为妻子曾流产痛失爱子，艾拉正式成为了2人的孩子。时间一晃便是10年以后，女孩的特殊能力让小岛上的人无病无灾，而她需要做的就是每天轮流与每一个人见面交谈。相比于所有人的开心和激动，鲍比的心情却不是很好，他很担心这样会对女儿有所伤害。因为小岛与世隔绝，同龄的孩子们并不知晓外面的信息，而朱尼尔便是艾拉最好的朋友。这天2人在游玩时发现了一个蜂巢，艾拉竟大胆地将手臂伸了过去。奇怪的是，蜜蜂并没有袭击他，反而亲密地贴附在他的手臂之上。不过小男孩却没有这种能力，被四周的蜜蜂蛰得痛苦不已。等到艾拉发现情况，顿时一急，紧闭双眼间手掌紧握，再次睁眼时，周围的蜜蜂全部死亡，无一幸免。 Don't tell anyone about this, okay? Junior, promise? Okay, I won't. 因为外面的大型渔船不停打捞，设备简陋的他们收成越来越少。眼看临近冬天，众人非常着急，最后竟打起了艾拉的主意。What you got? We're still short on cod. That's real simple. I win. We take Isla with us one last time. You make it a hard few weeks on me and the boys, or it's a pleasant afternoon on the water with Isla. 当晚，鲍比带着一脸伤痕回到家，静静地坐在了女儿床边。伤势在缓慢愈合的同时，心中却并不开心。他输了这场赌注，明天需要带艾拉去捕鱼。他本可以拒绝对方，但身为村长，他需要对所有人负责。且当初能将艾拉抱回家，也并不是没有代价。第二天一早，木屋外习惯性地排起了长队，为每个人都治疗过伤病后，鲍比带着艾拉坐上了小船。到达位置后，村民将渔网抛入水中，而艾拉也将自己的手臂伸进了水里。短短几十秒后，成千上万的鱼儿便朝他汇聚而来。村民们顿时露出了激动的笑容。却不知此刻的岛上却出现了意外，一名小孩仗着艾拉的特殊能力寻求刺激，竟吃下了一种含有剧毒的果实。毒性发作的时间大概15分钟，本以为有艾拉的存在便万无一失，不想赶到木屋时却发现没人。等到艾拉几人得知情况赶来治疗，男孩早已没有了呼吸。艾拉在尝试过后也表示无能为力，毕竟他只能治疗伤病，却不能起死回生。第一次有人死亡让小岛居民感到害怕，这同样对艾拉造成了巨大影响。而就在当晚，女人在切菜时意外受伤，却发现伤口并没有愈合。看到这一幕的父亲也用刀划开掌心，情况已经非常明了，那就是艾拉的能力竟然消失了。之后也发生了故事开头的一幕，他将事情告诉了小岛居民，表示艾拉可能异能耗尽或者遭受打击，能力暂时消失，现在只能停止每日的探视。却不想此事引起了众人的不满。10年期间，他们早已习惯了无病无灾，除了鲍比外，都将艾拉当成了长生的工具，且还是所有人共同拥有的物品。哪怕已经确认艾拉失去了异能，却依然不想放弃每天的探视。Isla has given us a lot. Everyone in this room.Our health, good yields year after year, and our independence from the mainland. Giving that child a break is not asking for more. 而就在鲍比力排众议准备离开时，艾拉的外婆却在下一秒站了出来。There is a long history of our town voting on matters of importance. She's my daughter, Faye. This is not up for community vote. The only reason you're her parents is because we all got to vote on. Yeah, Yes, so let's have a show of 投票的结果让人心寒。除了寥寥几人关心艾拉外，大部分的岛民并不在意她是否健康。第二天，木屋外照常排起了长队。探视结束后，死亡男孩的父母找到了鲍比，因为男孩的死亡让其妹妹变得郁郁寡欢，再加上艾拉又失去了治疗伤病的能力，他们想要离开小岛前往陆地，然而这却遭到了鲍比的严词拒绝。We all agreed to this break. We signed up for the same thing. You can't keep us here. Fuck you, Bobby. 事情最后闹得不欢而散，但鲍比却对此毫不后悔。毕竟一旦有人离岛艾拉的事情，便不可能瞒住，最后的结果必然是被抓走切片研究。他早已将对方当作自己的亲生女儿，为了保护艾拉，他只能管控起了船只。与此同时，几名岛民正在进行着心理互助，他们都曾身患重病，苦不堪言。现在的情况让众人害怕不已。老人表示，艾拉是大海送给他们的礼物，他属于在座的所有人，也并不在乎艾拉会因此付出什么代价。然而说着说着，他却突然卡了壳。原来老人身患阿兹尔海默症，失去艾拉治疗的他犯病了。深夜，母亲来到艾拉床前，贴心的为其盖上被子，却意外发现手上的伤口正在愈合。她立刻将事情告诉了丈夫，而鲍比的伤口也在此刻快速愈合。也许女孩的能力并没有消失，只是从全天24小时变成了沉睡之后。看到这一幕后，女人立刻下了想要将老人带来为其治疗，鲍比却在此刻拦住了他，因为老人一旦知晓，便代表互助会全员知晓，那样所有人会再次缠上艾拉。
此后，女儿甚至连睡觉时都无法安稳。艾拉已经长大且慢慢变成了大姑娘，她无法容忍每天睡觉时有许多人站在其床边，即使要治疗老人的病情，也要先做好工作。其实小镇上的居民不都是白眼狼？杰克便是站在艾拉一方的人。他本是一名医生，曾负责岛民的健康，见惯了生离死别的他非常感激艾拉。这天傍晚，他闯进了互助会，痛斥着众人的不知感恩和自私自利。然而，你永远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即使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行为非常卑鄙，却依然无法抵挡多活几十年的诱惑。最后的结果便是杰克被赶了出去。被赶走的他失望透顶，同样也心生恐惧。随后他来到了死亡男孩的家中，表示自己想要和他们一起偷偷离开。男人也向杰克展示了自己的杰作，并表示船只最多只能增加2个座位。与此同时，犯病的老人来到了艾拉家中，看到母亲浑浑噩噩的样子后，心生不忍的女人将其带到了楼上。再次走出这里，老人已经恢复正常。对方离开后，鲍比也被声音惊醒。We agreed we were going to keep this a secret. She's my mother. 老人更是不负所望，第二天事情便传遍了小岛，村民们也开始向鲍比施压，要他带女孩前去捕鱼，并且为他们探视。而作为带头者的老人更是将一瓶安眠药递给了鲍比，表示这样孩子会睡得更香，他们的行动也会更加顺利。人性的自私在这一刻显露无遗，更加让他心寒的是，妻子竟也同意此事。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Grace? Drugging our child? That's the option? People take sleeping pills all the Not kids, Grace. When we decided to be her parents, it was so that she would not be turned into a science experiment. That is exactly what we're doing. 最后，鲍比决定要离开小岛，不过却遭到了女人的坚决反对。也就在当晚，寡不敌众的鲍比眼睁睁看着女儿喝下了掺有安眠药的水。之后的他静静抱着艾比站在水中，等待着这些恶心的人达成愿望。 Many thanks to Isla. Many thanks to Isla. 昨晚的行动非常顺利，村民们得到了平安过冬的大量鱼类，身上的病痛也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却根本没人在意艾拉的想法。女孩在一天天长大，以后也会有自己的家庭和生活，她不能被圈养在这里成为一件工具。而就在鲍比为此犯愁时，得知消息的杰克却找了过来。两人非常愤怒，却也无可奈何，因为荒无人烟也同样代表着没有秩序，没有法律的约束，凭他们俩根本无力反抗。 Get out of here. Get off this rock. 而听到这句话的杰克在短暂犹豫后，将船只和离开的事情说了出来，并将自己和儿子的位置让给了鲍比与艾拉。 Be at their home just after sunset. 然而就在当晚，杰克回家后，却发现老人竟出现在他家中。之后更是询问他和鲍比白天说了什么。杰克自然不可能将事情告诉对方，且再次劝说老人不要如此不知感恩。谈话结束后，对方走出房间，随后竟让人不解的痛哭起来。而此时的杰克也发生了意外，喝着酒的他突然感觉有些难受，没几秒便倒在地上没有了呼吸。而被碰倒的酒瓶中也出现几粒果实，和小男孩死前吃掉的一模一样。互助会更是一把大火，试图毁尸灭迹。与此同时，鲍比正抱着艾拉前去坐船，根本不知道好兄弟已经被残忍杀害。而小男孩一家也发现杰克的木屋被烧，意识到不妙的他们提前离开。等鲍比赶到时，只看到了对方的背影。 Dad, come here. 等他带着艾比赶到现场，火势已经无法控制。此刻的他心中无比痛苦，因为鲍比已经意识到了一切。岛上的居民并没有多少，且距离很近，火势烧成这样都无人伸出援手，很显然就是他们亲手放的火。此刻的鲍比意识到他们已经疯了，必须尽快带女儿离开此地。而就在第二天，一艘快艇却朝着小岛驶来，岛民立刻敲响铁钟发出示警。作为村长的鲍比主动迎了上去，而一个岛民更是带上了手枪。来人是一名女警与社会服务部的工作人员。看到对方船上的枪之后，鲍比也面色严肃。原来昨天逃亡的一家3口报了警，将艾拉可能有危险的情况说了出来，不过却没有透露她拥有的能力。 And we have reason to believe there's a child welfare issue on the island. So, if you could take us to the home of Isla Bent. Well, that's my daughter. Maybe I could answer some questions for you. No, first order of business is just to have a conversation with the child. Okay? 然而随着他们越发靠近艾拉居住的房子，岛民们的行为便越加让人害怕。而此时，杰克的儿子朱尼尔来到了快艇前，本想偷偷离开的他，却意外看到了调查表。 上面关于艾拉情况的描述让他陷入沉思。另一边的女警也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可惜无论她如何劝说警告，岛民们都面无表情地围在一旁。在出示了证件和说明来意后，女人独自上到2楼向艾拉了解情况。然而除了利用艾拉的能力外，岛民们对她并没有过恶劣行为，且鲍比一直尽力保护艾拉。没接触过外界的她非常单纯，直至最后女人也没问出她有什么危险。然而岛民的行为却让两人心生警惕，坚持要带艾拉前往陆地详细询问。当然其父母可以陪同前往，
不过围在一旁的岛民却表示反对。如此一幕让两人更加确定这里有问题。而就在女警坚持带走艾拉时，男人突然掏出了手枪。互助会的成员情绪都非常激动，明确表示不可以带走艾拉。 Guys, But you're not Guys, taking this family. everyone, please relax. We'll be back. Everyone, no. 事已至此，工作人员的下场也不必多说。之后的他们将鲍比拖进屋内，为了不惹怒艾拉，他们没有任其死亡，而是让他保证不离开小岛且随意使用艾拉，只有给出承诺，他们才会救治鲍比。事已至此，他也只能妥协示弱。很快，老人便端着安眠水上了2楼。情况危急，他们没有解释，而艾拉却因为父亲不在非常害怕。他不知道杯里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母亲两人要干什么。出于本能的艾拉非常抗拒，除了鲍比外，两人只当他是工具，而工具自然要听人摆弄。最后，两人将其按在床上强行灌药。面对着即将死亡的鲍比和楼上传来的声音，下面的岛民却都面无表情。而就在此时，朱尼尔却持枪闯了进来。他是艾拉最好的朋友，也是为数不多真正关心对方的人。他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却能看出艾拉并不自愿。What were you just doing to her? Nothing. She's crying. Junior, Isla is fine. Please put the gun Think down. this through, Junior. What did you do to my dad? Your dad was my best friend. We were family. You killed him, didn't you? No. Junior, 此时，女人出声试图吸引注意。 we are family, and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together. Now put the gun down. Stop lying. Junior! 再次睁开双眼，周围变得无比安静，犹如当初全部陨落的蜜蜂一般。此刻的小岛上已经没有一个活人，唯有他一人喃喃地说着对不起。岛民们自私自利，不停索取，甚至想违背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如此因果之下被艾拉杀死，无疑是最合理的结局。